们今天早上从马德里出发，然后现在抵达了巴塞隆纳，要去住宿地点。我们的民宿在这边，然后圣教堂就在这边。这个城市好特别，到处都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房子，但是又好漂亮，然后又好多涂鸦。终于看到这个巴塞隆纳的经典的地砖。来到那个中国人开的炸鸡店，在青岛品酒。我们已经再也没办法吃面包了。我们来到了巴塞隆纳的凯旋门，是这边最有名的景点之一。然后这边有很漂亮的街道跟路灯，不过很可惜，就是我觉得地上垃圾超级无敌多。不知道是昨天他们办活动还是怎么样，就是有好多橘子皮跟饮料罐。我们现在来到了旧城区的这个城堡公园，然后这个是它旁边的一个很有异国风情的温室。然后这个温室呢是19世纪末盖的，然后它的风格是一个维多利亚现代主义风格。听说里面有很多热带植物啊，还有仙人掌那些的。我们一起来进去里面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植物。结果我一进来呢，就有一种哇，好有亲切感的感觉，因为这边的植物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台湾很常看到，像这个虎尾兰，然后刚刚还有看到一些像蕨类啊，或是有些我讲不出名字，但就在台湾的路边非常常看到，大家的家里可能都有1-2盆的植物，在这边呢就被大家当成宝贝一样养在温室里面。那就让我想到，有时候我养一些比较特别的品种的植物呢，在国外也是路边随便都可以见到，就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哇，是甜点店，有好多肉，有肉桂的、饼干的、开心果的、巧克力的、草莓的，天哪！我们现在要去毕卡索的美术馆，就在这个旧城区的建筑里面。在左边这边就是了，看起来蛮赞的哎。进来就先看到毕卡索的速写作品墙。这个博物馆其实不大，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把所有的画都看完，但它空间跟动线安排得很好，逛起来非常舒服。特别喜欢这个毕卡索重新诠释 Las Meninas 的系列，非常可爱。这是什么？小包，超级西班牙的。这是我们刚刚看到超级喜欢的。我们经过一间陶艺作品的专卖店。这好可爱，这杯杯好可爱，这盘盘好可爱。好可爱，这是什么？这干嘛？啊，这是放蜡烛的。这家店非常的好玩，它主要是卖一些手工的陶艺作品跟饰品。然后我想它其实应该是一个纪念品专卖店，但是它卖的东西呢，完全不会很俗气、很观光客那样，就是都是店主他自己精心制作，然后很有他自己个人的风格。他制作的东西题材也很广，除了杯子啊、碗盘跟餐具这些，还有像这种比较不实用但是非常可爱的装饰，像这些是书本。那这位呢，就是店主本人，他正在用金属制作饰品。然后这个是放蜡烛的。
他说这些吊饰啊、小花什么也都是他自己做的，非常多才多艺，甚至还有这种扩香石，可以把精油滴在上面。然后这个系列我很喜欢，是陶瓷做的小蘑菇，这还蛮可爱的，这个图样。我们来到了高地设计的巴特罗之家，就是这一栋，现在傍晚开始打光了，超级漂亮。旁边这栋也很漂亮。这个房子是以海洋世界来作为灵感，所以它让我联想到迪士尼乐园里面的小美人鱼。然后现在刚好是期间限定，有一些灯光的效果。这是这栋建筑物里面最有名的天井的部分，贴了蓝色跟白色的瓷砖，然后加上现在这个声光的效果，就很像在海底。我们现在要参观这层楼呢，是他们装饰成以前有人居住在这里的时候的样子。然后虽然外面打着一些有点怪怪的光，但是里面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的。我现在站在建筑物的后面，然后它这边就是有打一些很漂亮的光，然后中间那个蓝蓝紫紫就是我刚才待的那间房间。那就是一个大露台，然后有铺一些很漂亮的瓷砖。这里的房子都不可以盖太高，所以它的视野很好。Salut！ 来的第一道前菜是 ceviche， 它要搅拌，好好吃哦。因为它有酸跟甜要拌在一起。酸酸甜甜配洋葱，这是松子吗？炖了30个小时的炖牛肉。他说应该是很柔软的，我们来吃吃看。真的很软呢，它好嫩哦。重头戏海鲜炖饭耶，这个是墨鱼汁跟那个海鲜，超好吃啦！牛肉好嫩，然后饭好鲜哦，新鲜。呀，虎妈咪。第二杯，我还在第一杯。我太快。午安，我们今天来到了高地的米拉之家，好多人哦。这个墙面的材质呢是花岗岩，但是它有一个好奇怪的纹理，像贝壳一样。虽然外面闹哄哄的，但是一走进来就好安静。然后这里面真的很漂亮，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天井。这边楼上的房间呢，都会故意装饰成以前有人住在这里的样子。然后像这一间是女仆们用来做一些缝纫跟烫衣服的房间。这个阁楼以前是洗衣服的地方，但是现在用来展示高地建筑物的模型跟一些介绍。我们现在爬到了米拉之家的顶楼，看看那个天空，然后光线打在建筑物上面，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景色。
们前天来的时候正在表演，所以不能参观。所以今天呢，我们又跑回来，这次可以安安静静的参观里面。你们看看那个天花板，还有那片彩绘玻璃的天窗，是不是超美的？现在来到外面的长廊，然后这个长廊有很多柱子，每一个柱子上的马赛克的花纹都不一样，非常漂亮。然后它是有一点点那种回教风格的。Hello， 现在是我们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晚上，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啊，本来就是除了毛线展以外呢，还想要多看看一些像马德里跟巴塞罗那的毛线店跟手工艺材料店，但是后来好像就是很不巧，就刚好都没有找到，然后也没开，开的时间比较奇怪，就比如说中午开，然后到下午2点就休息。然后休息到下午4点半或者5点才会再开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刚好也是要走一些行程啊，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等，所以我这次就连续没有看到这些店。但是我们也查了一下他们的那个就是卖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卖的东西我们台湾都买得到。对，真的。就是我们俩就看到想说，哦，这是品牌，就是90%可能都是台湾都买到，所以我们台湾的毛线店真的就是蛮厉害的。这次就比较专注在参观博物馆这个部分。我们一般店家里面几乎是没有买到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在博物馆呢大失心疯。这个 Monument 它是这个私人的企业在经营，不是政府或是国家在经营，所以他们花了很多钱跟心力在推广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它周边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你走进去，它的这个 gift shop 这个纪念品店，就像小孩子走进了糖果店一样，就会，我觉得好可爱。这个你看什么都想，感觉比较像精品小选物店的感觉。对，尤其是高地的设计的东西是没有话讲的，所以对因为它的设计可能本身就很有那种很适合做成纪念品的元素在里面，然后真的是弄出来都很可爱。那首先呢，我们就是先去了 Picasso 的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真的很喜欢啊，在那个旧城区里面的那个老的建筑，然后它就是有改装过，所以就是它一个新旧的一个结合这样子，然后逛起来动线也真的很舒服。这个 Picasso 博物馆里面展出的东西让我还蛮惊艳的，因为跟以前我对 Picasso 作品的认知就稍微不一样。有看到就是他最早期的他学徒时期的作品，然后到他几乎是最晚的时候的作品。你没办法去，你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马上去想象或去跟毕卡索去做个理解，你觉得这个不是你印象中的毕卡索，他拿 Velázquez 的 Las Meninas 做了一系列的，大家一定对那幅画都很有印象，就是一个小女孩在宫廷里面的一个小公主，然后她的侍女在帮她穿衣服这样子。然后这幅画呢，她就是用它就是画了好几十幅，对，其中就是这一幅画是它里面最大的，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充满皮卡丘他的一些后期的风格，但是你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幅画，没有错，对，就是他会把这整个画面做分割，然后把每一个角色都是放大，你就觉得说，他是有在用 iPhone 的感觉，对，就是譬如说这幅画。然后我们要看这个侍女，对，它就放大，它就会有专门属于这个侍女的一幅画，对，然后小小的就是各个角度，然后狗狗上面的狗狗呢也有特写，然后各个角度的特写，然后好多颜色这样。对，但纪念品也是很多很棒的，像这种墙壁上刺绣的那个好，像那种刺绣的墙壁的那种帷幔，那叫帷幔吗？算壁毯，就只是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壁毯呀。然后但那好贵，那个一个要2-3千欧，2800看大小，那个2-3千欧，那个没有很大，那个好像是手工，有用到一些手工这样子。
对，而且它好像是在法国做的。那再来就是高地了，高地就是我们这次来巴塞隆纳呢最期待要看的一些，就是它的建筑。然后我们总共去了3个地方，分别是嘎萨巴丘，很可爱的那栋房子，粉粉嫩嫩的。对，它就是很梦幻的一个房子，它的屋顶就是像龙的身体，上面长满了鳞片这样子，然后它的立面上面，它的那个墙壁上面就是贴满了上过釉的那种陶瓷片，所以当光照到它的时候，它就会金闪闪的这样亮亮，然后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点去，它的光线的温度不太一样的时候，你照到那个房子里面折射出来的效果，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美。它那个瓷砖好像还是回收，有些东西有些是回收。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刚好是晚上，然后晚上它就是有一个限定时间的一个灯光秀，会在里面的这个建筑的外墙跟里面就打一些灯光，然后就是很漂亮。但是我们就是比较早到，所以我们就先去逛了它的纪念品店，然后纪念品店就是非常的好逛。应该说，我觉得我逛过那么多的博物馆里面呢，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对，因为它进去你就会觉得哇，怎么这么漂亮，然后好多好可爱的东西。这个呢，就是他们的用一个类似像细胶那样子做了一个证件夹，然后它是会有点立体的，很可爱。然后这个东西才6.5块欧元，所以差不多是台币大概不到200块。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这种薄荷糖，但呢，我们两个都是因为看上这个盒子。为什么呢？看哦，就打开了，它是可以单手开的盒子。对，然后对放回去，就这样，呀，就关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买回来直接打开，把里面糖果丢掉。然后我在里面有放了另外一个，也是在嘎萨巴柚，我压了一个金币。你是小朋友吗？对啊，你怎么知道？我走到哪里能够压金币，我一定压金币啊！你是小朋友哎。是啊，这个是着色画，就是它里面是像明信片一样的大小啊。然后就是它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些角落啊，还有一些它的外墙等等的，然后还有附彩色铅笔，这是要送给我们家妹妹的纪念品。我觉得我们虽然很克制，但是这间纪念品店真的很好逛，然后很漂亮，真的。你没听到我一直在那边一个，我爸一直叫，好可爱，好可爱，整天一直叫好可爱。我也是，我也是一直倒抽气啊。它不可能全买，而且因为它很多那种陶瓷小房子，就直接做这栋房子，然后做成陶瓷哦，想高地系列的第2站，嘎萨米拉或是米拉之家。米拉之家就是高地设计的一座公寓，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住在里面，但是它是有它是有开放1-2层楼是给大家参观，然后还有它的屋顶。西班牙政府有规定，就是你不可以赶走这些有租约的住户，所以就是要等他们自己慢慢搬走之后呢，你才能够收回去。那就是如果说他们有搬出去的话呢，那你能参观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大这样子。我以前自己来巴塞罗那的时候，因为当年米拉之家并没有开放这么多地方给人家参观，那就不要说嘎萨巴柚只能在外面看，然后后来或者是去里面看楼梯间。在米拉之家的那个纪念品店，你买了什么？2个戒指，拿出来给大家看。其实呢，本来没有要买2个，我先看到的是这一只，我戴手上好了，能看到吗？超好看。然后我就看到旁边这一个，我就完蛋了，会沦陷。这个就是有特色的，而且是手工做的，而且巴塞罗那做的。它有几个 sample 放在外面，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所以呢，小孩子才做选择，就阿姨就全买，了，小孩才选择，就这样2个，我超开心的。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看的旧带。我其实也很想要，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是小孩。还有我们一人买了一本高地的书，对，然后我的是西班牙文的，我的是英文的，对。然后这里面就是介绍一些他的作品跟他的建筑，对。
然后你觉不觉得那个高地系列都很坏？就是他们会在你逛那个参观到一半的时候，再放一个纪念品区在那里。然后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入口跟出口有一个纪念品区，你逛到一半的时候又有一个纪念品区，然后有可能会有卖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很坏真的很坏，我觉得。但是我愿意啊，我可不可以说呢？我愿意啊，因为但我只能说我在高地系列花钱花得很开心。对，我觉得我花钱，然后给你拿去把这个东西做更好。对对对，我愿意。虽然他们有被列入文化遗产，但他们都是私人在经营，然后他们就是靠这些收入去维护这些可以算是古迹嘛。对，维护古迹是要花很多的钱的。然后他们也请很多人，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博物馆逛下来，整个体验都很舒服，然后他们也结合很多现代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灯光啊，或是一些，包括像我们用的那个 audio guide。对，都非常的先进，那不用自己按，你都不用自己按，就是走到那个房间，它就开始播放啊等等，就给你你可以感受到说，这样就这样子，你就走路到那边房间，它就自动讲给你听。就你可以感受到说你花的钱是他们真的有用在好认真经营这个东西上面，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的 nice， 非常专业，然后都会讲英文都讲得很好，对，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高地的最后一站的圣家堂，我心心念念的圣家堂。圣家堂我其实在里面偷哭了，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漂亮，就是还好我哭的时候你没看到，好丑哦。我们后来其实导游在讲话的时候就有点想哭，我一直躲在后面，因为我一开始不行了，我觉得你在那边红了眼眶，真的太美。你偷哭的时候很丑，你没看到。就在那边试在，就想红了眼眶，就是看到高地的墓的时候。对。那在圣家堂，因为它的建筑结构非常特别，它的灵感来自于大自然，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大自然，不管是在设计的美感上，或者是说结构力学上面，对，全部都是灵感，全部来自于大自然。我就在纪念品店买了这个花瓶，然后这个花瓶就是圣家堂里面的柱子的形状。它这个柱子呢，其实是参考树木。他在建造这个教堂的时候，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把那么高的教堂的圆顶撑起来。那他已经不想再用以往那种哥德式的方式去做这个拱形，所以他不想用斗拱去把它顶住。对，他说他已经不想再用了，所以呢，后来他就想到说，其实呢，树木的形状，他觉得树木就是延伸上去，然后有那个树干，它其实在力学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的方式，然后这就是它里面柱子的形状，然后这是一个花瓶。我也很喜欢高地系列，是它出很多小朋友的书跟文具等等的，然后小朋友书呢出好多语言。对，中文、日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加泰隆尼亚文，所以他就是很认真的在宣传这位建筑师的作品，然后让小朋友去认识他。然后像这一本呢，是我要买给亲戚的小朋友，然后它是一本贴纸书，它里面的贴纸呢都是马赛克。超级可爱，就觉得它整个博物馆的参观体验呢，跟让我们想要买东西的欲望，就是激增，掏钱，激增，真的。他可以，这个人为了他自己的宗教如此的投入跟奉献，真的是真心奉献自己的一生，把他自己所有的这些才华精力全部都贡献放在圣家堂的这个作品上面，然后你可以非常深切的感动到他的那一份执着，然后就会好。我现在开始想要哭，我就知道，我就不出来，想说帮你按暂停。对，觉得这次能就是看到他的作品，我觉得应该讲说觉得很荣幸嘛，是我觉得很荣幸，就是说我这辈子有机会看到他的作品，然后我很感谢他做这件事情。我们在西班牙参观的最后一个景点呢，就是所谓的音乐宫——加泰隆尼亚音乐宫。对 ，Palau de la Música Catalana， 它其实就是一栋Art Deco 风的一个建筑，或者应该这么说吧，在
巴塞隆纳话或者加泰隆尼亚会说它是 modernismo 就是 modernism 一个所谓的翻成中文就叫现代主义。所以它其实算一个蛮新的建筑，它是1904年还是06年才开始盖的，世纪初的时候。对，如果大家会去上网查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它那个音乐厅里面的天花板，这种地方很多时候是会有吊那种水晶灯，但是它不是吊水晶灯，它是上面一个很大，好像直接嵌在天花板上的一个用彩绘玻璃做出来的一个水晶灯。然后是五彩缤纷，然后还加上，反正很漂亮就对了，就是你光看照片就会觉得哇，你如果像我们今天在那边的时候，我只想坐在它的下面，一直这样对着它看，对，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不管哪一个角度，但它跟高地的那种美又不太一样，不一样，对，它感觉是偏稍微华丽一点的那种美。有一点点奢华，一点点，有点小奢华，对，小奢华。他们的整个那个音乐厅里面有放了超过2000朵那个陶瓷烧的花，玫瑰花这样圆圆的，超可爱。对，所以这个音乐厅它的一个外号叫做石头花园，因为里面就是有好多就是像雕刻啊跟陶土烧出来的玫瑰花。然后讲到玫瑰花呢，所以我这次就又买了。这个人再度沦陷。他甚至不是高地系列，但我还是买。不是。对，然后我买的就是玫瑰花。然后这个第一个是他们的这个磁铁，这个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买磁铁，你知道吗？我从来不会在什么美术馆、博物馆买任何磁铁。是哦，这是我第一次买。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对的。它真的是烧出来的，这个真的是在巴塞罗那做的，对，真的在巴塞罗那做，然后是一个砖，我觉得我捡到宝啊，真的，而且只剩下那个，对不对？对，只剩下那个。除了展示的话，就只剩下这个，就是这个盘子，也是玫瑰花，然后它是一个盘子，然后你们猜这个盘子多少钱？它也是巴塞罗那做的哦，然后也是烧出来的，10块欧元，台币340块。有不便宜耶，吓到我哎！我把它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可能会20-30，就对，差不多要10块钱。如果你在高地系列的话，那大概要差不多来个30块钱吧。没错，至少高地系列都会比较贵。对，然后这个竟然是10块钱，然后是巴塞罗那买了，立刻买 ，Made in Barcelona。你在巴塞罗那走在人行道上，其实看地上走路也是一种享受，因为它的地上有不同花样的地砖，最常见的呢就是代表刚刚说的 modernism 的这个花样，这个是的，你每天在巴塞罗那走路，脚底下踩就是这个啊，比这个大一点啦。结果今天到了音乐宫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我先是买的这个，然后过了一会儿就看到旁边有一个，我看到就是想要在那边尖叫。可爱的，这是磁铁，然后呢还没有完，它还有这色，你知道还有这包色，我就包色，直接包色，不选了。这就再次印证了小朋友才做选择，阿姨就全包，阿姨就是梭哈，没有错，这样。它这个地砖就是，它这地砖就是每个博物馆都有卖，然后尤其是高地设计的那款6边形，那个就贵了。可是问题是说，那个也很漂亮，很漂亮。但要买的话要买，至少买3。但我们俩在讨论说那个东西就是一片好像要30欧，但是29.95，对，至少要买3个，要买3个才能拼出像这样的图案，对，所以会有点贵。然后我们俩又想到说，其实走在路上都是那个砖，流浪汉就在上面尿尿大便。你说的，突然就觉得好像不值那个钱。可是其实是舍不得这些砖，好不好？好可怜。对啊，明明就是这么美的，这个真的是高地自己设计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是拿来铺巴塞罗那的那个人行道。还是我们明天再去补买？我相信机场一定会有。对，你刚刚边讲想说，机场一定，那就这样子，我明天再去买。那就是从博物馆一路买到机场，对，然后都是买高地的东西。那你有没有什么遗珠？就是你觉得说想买的，但是有点后悔没买到，或者说以后想要六角形的砖？六角形砖，我现在没有啊。我希望明天可以买得到六角形的砖，我想买。反正我的遗憾是，我觉得我应该都要买一点点小小的手，毕竟
这一次来跟我上一次来隔了很久，这样子。那你呢？你有没有什么没有买到什么的遗憾？我想要高地设计的椅子。你不要讲了，你讲到我也好想要那椅子啊，真的是神不？我很好坐耶，我传那个椅子的截图啊，我先讲那个椅子大概是2500到2800欧，然后我就传给我老公看，然后他就给我回一个赞，是可以买的意思吗？刷上去，卡拿出来刷啊！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他那个赞应该是敷衍的成分居。好。OK， 看到了，对，很好。他是不是有做小的小模型？他有做一个，我才不要那给芭比娃娃做。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西班牙的算是博物馆巡礼吧。Yeah， 本来想要走的是比较偏手工艺啊、材料啊、那些的，什么拉菲草啊什么之类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的路线，都没对，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OK， 我完全不后悔。我觉得这次就是逛得非常开心，我非常推荐给喜欢艺术跟文化相关的大家来看看。是，好吧，谢谢你们喽，拜拜。